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2月5日下午4点多。我一直还纳闷啊，不是说中国这几年的经济不是特别好吗？人民手里没有钱吗？今天中午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哥还跟我说，他说我们村呐、今年盖房子的人特别多，好像有10来处到20处人那个房子正在盖，而且我目测在我们这个楼顶就可以看得见。我给大家呢换一个角度给大家看看啊。比如说前面这里，我用用手机把它拉近一点。这家房子就是我们邻居的，是一个我远房的叔，他现在就在扩充他的房子。他原来只有1层，现在又盖了第2层和第3层。我们现在看到是第3层，刚才有人在上面干活的，就是刚刚到了那个水泥。另外呢，这里也有一家邻居，你看他有那个脚手架还在那里。也是在扩建他的房子，原来2层的，现在扩建到第3层。还有后面有一家也是我们村的人，现在不太看得清楚，他也在盖房子。然后呢，我们村里也有人在盖房子。等一下我在这里说完之后呢，我可能坐上我的电瓶车，然后呢给大家拍现场，给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好，我们又回来啊，就是我就很纳闷啊，既然这个经济那么差，下行的话，那为什么我们村的人去年今年开始那么多人盖房子呢？他们的钱从哪里来呢？对我来说是个谜。所以我猜啊，可能这些年虽然大家都抱怨没有钱，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家里还是有米的。就是说这些年可能他们都存了一笔钱，加上这些年中国的通胀确实不高，对吧？就是说你即使存钱，贬值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存了几年之后，比如说他可能有十来万、20万了之后呢，他又可以盖房子了。可能表面看，中国人呢可能手里没有钱，但是实际上可能有不少人，他们家还是有米的。另外一个呢，指标就是我这2年回来，特别是那个疫情之后，我回到我们村，我发现我们村或是邻村的几乎每家都买了汽车。不是燃油汽车就是电动汽车啊，在我们农村也有不少的家庭买了纯电动汽车。像刚才我们看见的房子啊，现在盖1层，可能以为我是骗大家啊，1层大概是100平米左右吧。你们猜猜看，在农村盖房不算宅基地要多少钱？就是盖那个清水房，也就是像这种盖好还没有装修的情况，要多少钱？100平米。给大家猜猜看，这个数50万吗？不是啊，5万块。100平米它的建设成本是5万块，然后装修当然是看你自己的装修的那个口味以及那个你到底有多少钱了。装修呢是上不封顶的。像这种房子1层啊，装修最少可能也是要5万块人民币，然后呢，你就可以住进去了。也就是说，在农村，它是盖第1层花的钱比较多，因为要打地基啊，所以它的成本比较高。第1层可能要7、8万，然后第2层就是5万，第3层也是5万。也就是说，在农村，如果你是盖2层楼的小别墅，光是盖房子的钱，不包括装修，可能连20万人民币都不到。连装修可能30万左右就可以不错了。等一下呢，我就到我们村里，我去拍他们建筑的现场啊。我现在来到我们一家邻居这里，你看他对着砖在这里啊，他现在又建了第3层房子了。刚才我们们家的楼顶看见就这里，脚手架。像这样的房子，他们你看现在一共3层了，对吧？我们现在去另外一家去看看建筑工地啊，我们村的。这是我们村的另外一家邻居啊，他现在也在盖房子，给大家看看。你看这是建筑工地，对吧？这是他另外一个儿子的。又盖大房子，这是他其中一个儿子的房。
目前盖这层可能要10来万左右吧，它的规模比较大。第二层就便宜了，第二层呢，大概是人民币1平米成本就是400多到500左右。这里呢是我堂叔的，就是我爸爸的爷爷和他的爷爷是亲的2兄弟，就是他们家又加盖了1层，这是今年夏天盖的，还没有完工。你看堆着这脚手架什么之类的，对吧？这些东西可能有100多平米吧。这是另外一个基地啊，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村还有，等一下就在对面，你看，就在那栋那里，等一下我们过去看看，来看看你们盖大房子了啊！这是我另外一个堂弟的，他在盖房子，我们来看看。哦，不是，是个堂妹盖的，我们来看看吧。等一下我们走进去看看啊，看看，还是个建筑工地。摸这东西下来不？这房子很大，我觉得有100多平米吧，好大呀！这里面，我们上去看看。哎，我就被带走了。这是我们农民的建筑队。你认不到我了是吧？我打了我们。你认不到我了是吧？你看，是我的学生啊，是我的学生么？对呀、我没得捣乱算了哇。啊，捣乱，那个是捣乱。那不是。那我什么东西？老的。哎，摄像头了。摄像头啊。啷子啊？这个贴面有多少平米？我觉得有150左右，对吧？有吗170。啊？170呀？哦，很大。那地面呢？有100左右，对吧？还是不止？地面140多。哦，这是什么东西？这里？这个是什么？这里？卫生间。啊？卫生间。哦，卫生间。哦，对，它往下凹下去，对。卫生间很大。对不起，我要跟您讲普通话，在这录的时候啊，要讲普通话，不然要翻译啊。170。我们地面层再看看吧。进来之后呢，右边有一个房间。它都是对称的，左边也一样，房间是一样，大小一样。然后呢，这里左右又有各一个，看看它的大小有多少，也不太大，大概10多平米吧，10多平方米。后面就是我们村的山了。好，我们看看后面还有什么啊？楼梯在里面，这台阶在这里。我估计它可能里面是有卫生间的，这计划是有卫生间的，估计是这样子。然后这边是个什么厢房就不知道了。哦，这是卫生间，应该是超级大呀，而且空高非常的高，农村啊，我估计有4米多，也就是说在城市里面4米多都可以搞那个套内复式了啊。我们南方农村的房子都特别高，特别是第1层都有4米多。好，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工地啊。好，我们来到村里另外一个建筑工地了，一口气建了3层，而且规模特别大，我就不上去了啊。估计呢1层有100多平米吧，有人在里面工作。我们看看这边。
来看着您的建筑工地不？参观一下子不？哦，我们来看看。我说我来参观一下他们的建筑工地，这也是我认识的我们村一个人，他盖的，一共3层。他是拆掉原来老的那个房子，然后盖新的，所以这里就不用批啊，就自己的宅基地，拆旧建新。我们看，啊，现在已经在装修了，贴了瓷砖了这里。啊？可以踩吗？现在可以吧？可以踩哇！你是哪个啊？你不能引导我。不能引导我。我们上去看看，一共有3层。我们看第2层它的那个布局吧。它也是对称的啊，这有个小的阳台，也不小了。然后每一层它有，我看这个房间，对，一个房间，2个房间，3个房间。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小，它这个地盘就这样，就它的宅基地就那么大。这有个卫生间，这层有4个房间，只有1个卫生间。好，我们再往上看第3层，这是邻居的，看看邻居的房子。第3层，第3层它是有2个房间，然后有个非常大的露台，非常非常大，超大一个露台。我估计呢，这个露台有70平米左右吧，70平米左右。这个景观也不错，你看，就是对面的这家房子，刚才从地面看，3层的在盖的，那规模也特别大，对吧？然后这是我原来读小学的时候一个学堂，就在这里，现在都荒废了，对吧？因为没有人读书了。好，我们看看，它这种结构呢，是有点别墅型的了，现在尖顶的。看看这3层上面是有2个房间，加上1个卫生间，开门见山。现在农村的话，它也特别讲究啊，这管子都先买好。好了，就给大家看看我们村的这个建筑工地啊，农民的房子，你看多宽敞啊，空高也很高。其实，在城里真的可以做成套内复式，特别漂亮。现在在贴瓷砖，这个是厨房估计吧？厨房啊。这是厨房，对。这怎么要门店来搞的？怎么摆？哦。太湿了。贴不起。太湿了，贴瓷砖。现在这厨房有点小，在农村啊，是吧？农村这么大吧？对，农村的厨房有点小，显得一般农村的厨房很大的。哦。适合2个人、2、3个人就够了，打油茶呀，在里面可以做。是。然后对面那个小的房间是什么？我是跟你讲普通话没关系吧？啊？对面那个小的房间是什么？哪个小啊？这个啊。它是干什么用的？这个？那是小房啊。这个房间特别小啊。大房间啊。哦。这个房间很小。其实如果是讲使用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个角也可以把它用来做这房间的一部分，我觉得很好，可以使用起来。这有点浪费。这是它的卫生间，我们也看看。现在是个胚子还没有装好。
空高，你看多高啊！这是淋浴的那个水出来，这应该是洗手盆的吧？我估计，这可能是热水器的。建筑工地。哎呀！啊，去看了一下上面。参观的呀，对啊。对不起啊，因为我拍摄的原因，所以我说普通话，我就不用再翻译了。对，我就不用再翻译了，否则要翻译很麻烦啊。讲方言当然我也会啊。我还以为你是外地的。没有，我是我们村的。是我们村的，对。没办法了，非常普通话了。这个门很漂亮啊，比较大气啊。这门可以哇。嗯，比较大气。要不要关起给你拍一下？不用啊。你们专门来安门的啊？你们知不知道，像估计啊，这样盖这样一栋房子要花多少钱？不包括装修，就是起个架子，盖一个架子，30万吗？30-40万这样。30-40万。地基下滑或者有30-40万。哦，估计30万左右吧，不到40，我觉得不到40万。嗯。因为从第2层开始，我听说1平米大概是500块钱左右，对吧？从第2层开始啊，对吧？500左右，嗯。它这第1层我觉得估计80-90平米左右吧，不到100，对吧？它的面积啊，有100多，哦，有100多瓦，它是一空半一空2空没有了，上面有100多。有100多，哦。123应该有。哦，也就是说它这里2层半相当于啊，那有300平方米左右啊。有，连贴面肯定有啊。哦，对。也就是说，它这栋房子，就是光是盖的成本啊，不包括装修，大概是30万人民币左右。我们看看，从后面看看，30万，哎呦，很高啊！因为农村那个空高特别高，所以显得很高。大家看是不是3层，对吧？300多一点平米，大概人民币30万，这就是我们广西目前的这个成本。这估计是化粪池啊，就是下水道这个池子的处理，然后这里就排出来了，估计是这样子。下水也在这，然后今后估计呢，这里是作为那个停车位来使用，我估计，或者是一个小院子，可以种点什么菜也可以。所以还不错啊，在农村有这样一个地盘。当然，这地盘它就这样了，没办法，也不是特别的完美。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这是咱们广西桂林农村的建筑工地啊，想给大家看看。好，这是我们村的另一个建筑工地，也是原来有1层，现在呢要盖2和3层上去。这是他的另一个儿子，已经建好，已经有3-4年了吧。我们进去看看吧。这是我们的一个书，可以这样说吧。我们进去看看啊。刚才说的是，原来有1层，现在要建第2、第3层。现在有点黑了啊。等一下我到楼顶呢，再给大家拍吧。啊，说一下啊，我那天来拍的时候，这里还是有脚手架的，现在把它拆了。农村盖房子，我们看看。洗手间，这洗手间比较长啊，空高，这3层上面空高，
有3.8米。我说太高了吧？这是其中一个卧室，你看其中一个卧室，它两边都有风景啊。这窗子很大很大，超大超大。你看这风景不错吧，朋友们？然后这是南向的这风景，你看跟我每天在我们楼顶的风景差不多，对不对？因为同是一个方向。这是他兄弟的房子，3层。我那天来拍的时候，这里还是有脚手架的，现在把它拆了，就显得好看一些了。你看，270度的景观也不错。开门见山啊，这里真的特别好，这个景。这是2楼的客厅，你看有个大的落地窗，感觉怎么样？这个大大的落地窗。他那边现在盖一个厨房。好，我们看看3楼。这里我那天问了一下啊，现在2楼以上盖，真的每平米它的建筑成本大概是400多到500左右，应该不到500，400多。你看，这个2楼现在3楼了啊，还是脚手架。哦，我就不能上去了，就不上去了。好了，就这样吧。这是另外一个建筑工地。本期节目带领大家去看了咱们村大概6、7个建筑工地。我们看见有些农民工在那里，就是我们本村或者是邻村的人在那里工作。他们这种小工呢，在我们本地的收入大概是180到200块钱收入一天，师傅呢大概是300块钱左右。贴瓷砖呢，当然是根据贴的面积了啊，所以这个不好说，应该收入更高吧。在我们中国内地或者说在中国大陆，像这种建筑工程，它是不纳入中国内地的那个叫 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这些农民工的收入也不纳入国家统计的数字估计吧。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是属于每个月不足1000块钱收入的人，但是他们真正的收入其实远远不止1000块钱一个月，而且他们是不交税的啊。所以这些如果是扩大到全部中国大陆，你想想看有多少产生的生产活动没有纳入统计数字，这是隐形的 GDP。 好了，朋友们，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国内地最贫困的省份之一广西桂林农村的建筑工地以及农民朋友们工作的场景。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